凌晨3点，上海陆家嘴依旧灯火辉煌，环球金融中心28层的办公室里，几盏孤灯在黑暗中闪烁。张明呆呆地望着电脑屏幕上弹出的优化通知，手中的咖啡早已凉透。作为某跨国药企中国区的资深财务经理，他在这里度过了18年的漫长时光，亲眼见证了外企从令人艳羡的金饭碗，逐渐沦为裁员常态化的无奈现实。桌角那张泛黄的合影，记录着2005年入职培训时大家青春洋溢的笑容。如今，照片上的8个人只剩下他和行政部的李姐还坚守在公司。然而，这次李姐的名字也出现在了优化名单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句激励了无数人的话语，放在外企职场人身上，或许可以改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岗要下。从改革开放后外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时人们的趋之若鹜，到全球化退潮中裁员浪潮的席卷而来，外企在中国30年的沉浮，不仅是商业格局的深刻变迁，更是无数职场人命运的跌宕起伏。那些曾经象征着体面、高薪与稳定的岗位，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更迭，有人在浪潮中稳如磐石，有人则在转身间黯然离场。每一个离场与坚守的故事背后，都隐藏着时代的密码。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大门刚刚开启，外企的到来宛如一声平地惊雷，在这片土地上激起千层浪。那时，外企职员是一个自带光环的身份标签，代表着流利的英语、规范的工作流程、优厚的薪酬福利以及令人羡慕的晋升通道。1998年，刚从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的林小燕，凭借一口标准的伦敦腔，成功入职某全球顶尖快消品牌的中国区市场部，成为同学们眼中当之无愧的人生赢家。那时候进外企比现在考公务员还要难。林小燕回忆道，当年公司招聘市场部一个岗位，收到了近1000份简历，笔试、面试足足进行了8轮，最终只录取了3个人。入职后的待遇也没有让人失望，月薪是国企同岗位的3倍，五险一金按照最高比例缴纳，每年还有15天的带薪年假，甚至还有机会前往海外总部培训。第一次拿到工资条时，我激动得一夜未眠，立刻给老家的父母寄去了1半的工资，用剩下的钱买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那个年代的外企就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每个岗位都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员工们只要按部就班，认真履行职责，就能获得稳定的发展。林小燕从市场专员做起，一路晋升为品牌经理，再到区域市场总监，事业顺风顺水。她见证了外企在中国的黄金10年，门店从北上广深拓展到3、4线城市，销售额连年翻倍，办公室从租界的写字楼搬进了自建的园区，员工人数从几十人增长到上千人。那时候我们都以为外企就是铁饭碗，只要不主动辞职就能工作到退休。林小燕说，当时公司里流传着3个5年计划的说法，第一个5年站稳脚跟，第二个5年晋升管理层，第3个5年实现财务自由。身边的同事大多是名校毕业生，大家穿着精致的职业装，说着夹杂英文的普通话，周末一起泡咖啡馆，参加英语角，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职场圈层。然而平静的表象下早已暗流涌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外企的扩张脚步开始放缓，林小燕所在的公司首次出现销售额下滑，总部要求中国区削减成本，原本计划新增的岗位被冻结，裁员的阴影第一次笼罩在办公室上空。那时候大家都非常恐慌，开会时没人敢提加薪的事，甚至还主动申请加班，就怕被列入优化名单。林小燕说，虽然那次裁员规模不大，但却打破了外企永不裁员的神话。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5年之后，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崛起和全球化格局的调整，外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一方面，本土品牌在技术、渠道、成本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抢占了大量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贸易摩擦、疫情等因素促使跨国企业调整全球战略，部分产能开始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以前我们是行业的标杆，本土企业都向我们学习，现在反过来，我们要向本土企业学习敏捷转型。林小燕感慨道，公司的市场份额逐年下降，而总部的要求却越来越高，不仅要削减成本，还要实现业绩增长。为了应对竞争，公司开始大规模调整组织架构，裁员成为了常态。2018年，公司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裁员，林小燕所在的部门裁掉了1/3的员工。2021年，第二次大规模裁员，她
他亲手提拔的几个下属都被优化，而他自己也从区域市场总监降为项目负责人。2023年，50岁的林小燕收到了公司的优化通知，其实早有心理准备，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她说，离开公司的那天，她收拾好办公桌里的东西，望着自己奋斗了25年的地方，心中五味杂陈。办公楼下的咖啡馆还是当年经常去的那家，只是当年一起喝咖啡的同事早已各奔东西。如果说林小燕那一代人经历的是外企从黄金时代到衰退期的逐渐变化，那么张明这一代人则亲身经历了外企岗位的快速迭代与淘汰。2005年，张明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毕业，入职某跨国药企中国区财务部。那时候外企财务岗位是非常抢手的，工作稳定，流程规范，还能接触到先进的财务管理体系。张明说，入职后的前10年，他的工作一帆风顺，从会计专员晋升为财务主管，再到财务经理，薪资稳步增长，生活也逐渐步入正轨。变化始于2016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财务自动化开始普及，公司引入了财务机器人，原本需要人工处理的报销审核、凭证录入、报表生成等工作，都可以由机器人完成。以前我们部门有20多个人，财务机器人上线后，一半的基础岗位都被替代了。张明说，为了不被淘汰，他开始学习数据分析、财务数字化等新技能，利用业余时间考取了 CPA、CMA 等证书。然而，技术迭代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2020年，公司引入了更先进的财务共享中心，将中国区的财务业务与全球总部对接，部分核算、税务等岗位被转移到印度、菲律宾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我们部门又裁掉了1/3的人，剩下的人要承担更多的工作，还要应对全球总部的各种要求。张明说，那段时间他经常加班到深夜，压力巨大。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行业政策的调整给岗位带来了致命的打击。2022年，国家出台了医药行业集采政策，公司的几款核心产品被纳入集采，价格大幅下降，销售额和利润锐减。总部为了削减成本，决定收缩中国区的业务，进行大规模裁员。这次裁员没有任何预兆，前一天还在开会讨论下一季度的预算，第二天就收到了优化通知。张明说，他所在的财务部原本有15个人，最后只留下了3个人负责对接核心业务。38岁的张明失业了，这个年纪再找工作真的太难了。他说，失业后的半年里，他投了几十份简历，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因为年龄、行业经验等原因被拒绝。外企的财务岗位越来越少，本土企业更倾向于招聘年轻人，而且我的工作经验大多是外企的流程化管理，本土企业需要的是能快速解决问题、适应灵活机制的人。在求职的过程中，张明遇到了很多和他有类似经历的外企裁员者，他们大多是35岁以上的中层管理者，有着丰富的行业经验，但因为岗位迭代、行业变化等原因被优化，重新就业面临着诸多困难。我们这一代人当初挤破头进入外企，以为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没想到时代变化这么快，岗位说没就没了。张明感慨道，除了技术迭代和行业竞争，全球化格局的调整也让外企岗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部分跨国企业开始调整全球供应链，将部分生产研发岗位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某全球知名电子企业原本计划在苏州新建研发中心，最后因为贸易摩擦取消了计划，已经招聘的200多名员工全部被遣散。曾经我们都以为外企是全球化浪潮里的最大赢家，谁能料到当全球化的潮水渐渐退去，我们竟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曾在一家电子企业担任研发工程师的王磊感慨道，他在这家公司兢兢业业工作了整整10年，从最初的助理工程师一步一个脚印晋升为高级工程师。那时的他满心以为能在这里安稳工作直至退休，可贸易摩擦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瞬间吹走了他的岗位。那段日子，整个行业都被裁员的阴云笼罩着，好多同事都失去了工作，有的人选择转行去了互联网公司，开启新的职业旅程，有的人则勇敢地踏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王磊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时光，眼神中仍带着一丝唏嘘。外企岗位的风云变幻宛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时代发展的轨迹，也悄然改变了无数职场人的命运走向。对于那些被优化的外企职员而言，失业无疑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但也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规划和人生价值。
林小燕便是其中之一。失业后的她，凭借着多年积累的市场经验，毅然决然地开了一家咨询公司，专门为本土企业提供品牌策划服务。以前在外企工作，我早已习惯了按部就班的节奏，如今自己创业，虽然每天都很辛苦，但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林小燕笑着说，如今她的业务蒸蒸日上，客户对她的专业能力也愈发认可。张明则做出了转行的选择，他凭借自己扎实的财务知识和出色的数据分析技能，加入了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担任财务总监一职。尽管行业不同，但核心能力是相通的。张明说道，转行后的工作压力巨大，但也让他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如何在灵活多变的机制下进行高效的财务管理，如何敏锐地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以前在外企时，我还觉得自己挺优秀的，失业后才发现，原来自己要学习的东西还有那么多。失业虽然让我们遭遇了挫折，但也为我们指引了新的方向，让我们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岗要下，这句话听起来带着些许无奈，却深刻地揭示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从外企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到如今的转型升级阶段，从传统岗位逐渐被替代到新兴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职场的变革从未停歇。对于职场人来说，与其抱怨时代的风云变幻，不如主动去适应变化，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没有永远安稳的岗位，无论是外企职员还是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如果没有背景，那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铁饭碗。那些被淘汰的传统岗位，正逐渐被更具创新性和成长性的新兴岗位所取代。只要我们能够敏锐地抓住机遇，勇敢地去尝试，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发展空间。凌晨3点的陆家嘴依旧灯火辉煌，张明静静地站在窗前，望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心中感慨万千。他深知自己的职场之路还很漫长，未来还会面临诸多挑战，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岗要下，但也有一代人的路要走。外企在中国的故事仍在继续，职场的变迁也不会停下脚步。一代人有一代人要面临的岗位变动，但每一代人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无处可逃。时代的变迁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有一些职位就是会消失。无论是转行还是创业，都是对时代变化的积极回应。对于正在朝我们走来的 AI 时代，这可能不仅是外企人的命运，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明天。